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跟大家又见面了，还是在国图公开课的演播室。我是主持人商露。今天是中国传统艺术公开课系列课程《中国书法：从书写中生长的民族精神》的第3讲，由我国著名的书法家、书法教育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美术学院书法与绘画比较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邱振中先生主讲。那么在第2讲的课程关于书法史的几个问题当中，邱振中先生对于一些迷信和成见，以及对于写字和书法的关系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并为我们详细地解析了书法史当中的3类作品：日常的书写、精心的写字和艺术的创作。那么在今天的第3讲观看和体察当中，邱振中先生将会具体而微地带领我们进入到书法的世界当中，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去观看，应该如何去欣赏，应该如何对书法进行精细的辨析。所以接下来让我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邱振中先生为我们主讲《中国书法：从书写中生长的民族精神》的第3讲观看和体察。有请邱振中先生。各位来宾，下午好。今天是书法的第3讲，观看与体察。在这一讲里呢，我们将进入到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观看嘛，关心书法、热爱书法的人们，可能你们会想，看书法还是个问题吗？这问题太大了。书法是一种强调精微的艺术。什么叫精微呢？无微不至，非常细小的地方你都不能忽略。但是没有经过训练的眼睛，不会这样的去看。这里一个很有意思的是，在我们教外国学生写字的时候，他看得非常仔细。比如一个大字，他要看你这一横放在什么地方，那一撇在什么地方才落下来，在什么地方和这个一横交集，每一个细节他都要留心一下。但是你想一想，一个中国人写大字的话，这个太简单了。我们很多学生的话，一看个2秒钟，他就敢拿毛笔开始写这个大字，因为他太熟悉了。这就带来了一个困难。这样的观看，在所有认识汉字的、使用汉字人的心里，已经成为一个简单的问题，不需要提醒，也不需要关注，更不需要训练的问题。在你学习汉字的过程中，你已经把认识汉字、观看汉字你觉得已经学完了？不对，书法的观看和对汉字识别的观看完全是2回事。所以我们说，进入书法首先要学会观看。我们认识字的时候，只需要对文字的图形，就这个字的结构有个大致的印象，但对书法的欣赏，需要对笔画的每一个特征进行精细的辨析。这种辨析到了什么程度呢？可以告诉大家，在清代有一本著作叫《益州双集》，里面经常会用到一个词，叫1粟米许。1粟米大家知道多大？1毫米。事实上，我们今天的研究的话，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多的深入，很多的阐发。所以今天的精细，跟过去所说的精细，已经有很大的区别。但这种精细、精微，这个方向是没有改变。
在观察书法的时候，看一些什么呢？如果还只是看一个字的大概的结构，我想大家很快就会失去兴趣。这我早就会了，我还要学习什么？我们观察书法的时候，观察一个字的时候，实际要看3种东西。一个是里边所包含的运动，就是说一个笔画它书写下来的时候，它里边是用一种什么样的运动去实现的，去完成的。举个例子来说，一撇，你可以很简单的按下笔，然后一撇撇过去，这一撇就算完成了。你也可以很复杂的做一些小动作，然后把它所有的细节，或者加上很多微妙的东西，然后把它写出来。比如说这样写一撇，或这样写一撇，或者这样，哎，同样3种动作都是完成了一撇，对你认识这个字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对书法来说，这个是3种截然不同的运动。而我们要观察的，首先就是要观察，你要去观察的这个字，它的一撇是通过哪一种运动实现。第2点要看结构，还说这个大字，这个大字是一横加一撇再加一捺，大家都知道。但是这一个一横的和其他2笔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它就形成了一个结构。这个结构是我们观察的对象。比如这一横是水平的，还是有些倾斜的，还是倾斜非常厉害的，这就完全不同。这是完全不同的几个结构。当然，水平的和倾斜很厉害的，大家一眼就能区分。但是倾斜5度和倾斜8度的，你能分出来吗？4度和6度的，你能区分出来吗？这么1、2度的相差，实际上在我们的感受里引起的反应是非常不一样的。另外还有一点，要看空间。空间指的是什么呢？一横再加一横，2个横画之间它就分割出了一个空间。大家可能更熟悉的是一个口字，当我们这个口字完成的时候，它切出了一个，在纸上切出了一个空间，这个空间是一个方形。2横的之间切出的空间，它当然不是一个封闭的空间，但确实是在对空间、对纸平面，它进行了一个分割。这种空间还有运动，这2点对于大家来说可能是一个陌生的东西。结构大家可能好一些，但是我说的这种1粟米许精密到毫米级的这种差异，大家可能没有体验。现在我们先说第1点，运动。书法中的运动呢，它跟我们体育场上的运动不太一样。体育场的运动它是大动作，是吧？一个体操表演，一个什么？当然，运动员做的时候，他们学习的时候，肌肉的控制，手的这么摆动，那个当然是还是很复杂的。但是观察起来，它是一个比较大的动作，比较宏观的运动。书法不一样，书法是非常精妙的运动。那个运动要精妙到什么程度呢？我举2个例子。一个是南朝时候的王生前，王氏家族的一员留下的一篇文章，叫《笔翼战》。《笔翼战》里边的话有2句话：“纤微项背，毫发死生。”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字里边极小的地方，它的方向的改变，还有毫发之间的那个差异，
它都会带来一生一死的区别。你这么写，就是活的字，差那么一个毫发，它就是死的。我想大家可能在你们写汉字、运用汉字的时候，没有过这样的体验。比如你语文考试，你不会，老师因为你这个1毫米，这个1根毫发不对，给你扣个5分，没有这样。但是书法里边，还不是扣5分的问题，一个是有生命的东西，一个是死的东西，区别有这么重要。另外，唐代孙过庭的书谱里边有这么一句话：一画之间，便起伏于风渺；一点之内，书肉错于毫芒。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笔画之内，在那峰端那么一点点地方，它就有起伏的变化了。风渺指什么？我想大概也是1毫米啊，毫米级的吧。那种地方一点点变化，它就会影响到整个的笔画。或者说，一个笔画在那一下笔的一瞬间，它的起伏就开始了。而一点实际上指的也是一个笔画，它的不同的顿挫起伏，在毫厘之间。毫芒是指什么呢？是指植物，它之间最尖端的地方。我想，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1毫米，甚至是比1毫米更小的地方。总的来说，就是说，他们2位的这个观点，都是说的是一件事，就是说，书法中最微小的细微之处，它已经开始了复杂的变化。那个地方的差异，会决定你整个作品的这一笔画，以致整个作品的生死。我们经常会听到：“哎呦，你这个线条是死的。”“哎呦，这个线条太生动了，是活的。”讲的就这个意思。所以，这里实际上是要提醒大家，看书法，再也不能用你识汉字的方法来看，起码要达到毫米级的水平。对于细致的观察来讲，我们看一个字，这是太大的单位。但是我们从小接触的汉字教育，使用汉字的教育，都是以字为单位。当然，在书法的理论里、讲述里、训练里，都很多时候都是以字为单位的。比如练字，写好一个字以后，老师给你纠正，太大单位。笔画呢，比如一撇、一捺、一横，还是一个太大的单位。这就是说，我们的观察一定要在字笔画之下。是在那个量级上，但我们能看到一些什么东西呢？比如一张书法作品放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能看到的只有毛笔书写的一个一个笔画连成，草书里它就连成一条线了。它对纸平面进行了一些分割，分割以后的话，它就形成一块一块的被分割的空间。但是还有一种空间，当我们书写一条线的时候，如果这条线是一条两侧平行的均匀的一条线的时候，我们发现书写的时候，这个毛笔的运动是简单的，拉过来就行。但是它是一个复杂的形状的时候，这个笔画，那么书写的时候，它就会有复杂的动作。等一下我们要讲到这一点。这个复杂的动作的话，它是不是在平面上做的？它还有起伏，有旋转，
有平行的移动，它的运动非常的复杂。简单的说，它是一个立体的运动；用学术的话来说，它是一个三维的运动。好，所以我们在面对一件作品的时候，我们能看到的是什么？这条线的细节，还有线对空间分割的细节，还有线中间、线里边、线内部所隐藏的空间的运动，大概就这些，其他我们都看不到。现在我们就说说怎么来看，看些什么。这个图表示的是对笔法的，就是一个点画的形状的运动的分析。我们观察一些什么东西呢？首先是分析，我们先看下面的这个笔画的一点。这个我们举了两笔的例子，一个是这一点，一个是一竖。实际上在这里我们平时是写作一撇的，在这里它写作一竖。我们先看这个点，这一点的形状呢，跟我们理解的或者是记忆中的、印象中的点非常不一样。它有弯，这个是放大了一些，这是我们示范书写的了哈。它放大了一些，同时它的弯折呢看起来更明显。实际上它的这个非常的微妙，粗细有变化，整个弯折也很复杂。这样的点，它所包含的是什么样的运动，是很难分析的。一般的我们临写字帖的时候，一看一点，看几秒钟，然后拿起笔蘸墨，按下去停顿，然后提起来，这一点就完了。事实上，不能这样。比如这样的一点，我们就要设计一个运动，来看它大概是怎么写出来的。这个设计的运动对不对呢？我们只有检验，拿个毛笔蘸个墨，按我们设计的运动去写，这就是写出来的形状。写出来以后，你再跟字帖对比，发现这个太简单，还缺少一个弯，最明显缺少一个弯，我们就要调整运动的方式，把这个弯加大一些。最后你看写出来这个调整运动以后，那写出来就更接近一些。现在发现这个弯了以后的话，这个平移的距离还不够，加大，然后再写，细节还不准确，再调整，再写。这样的话，我们就能逐渐的接近原作的形状。换句话说，我们对它这一笔画里边所包含的运动的形式越来越熟悉，越来越准确。所以我们再看这个观察的程序，分析边廓。什么叫边廓呢？就是这个一个笔画，它外边包围着它的轮廓，我们把它叫做边廓。我们根据什么来分析运动呢？只有根据笔画的边廓来分析。所以对这个边廓的观察要极度的仔细，仔细到什么程度呢？还是用我们的话来说，1毫米1毫米的看，把这个点的轮廓观察仔细，它从哪里弯到哪里，弧度多大，又变成直线，然后又从哪个变换的方向，这么看一圈看下来，你就会发现这个点何等的复杂。然后根据这个轮廓，我们来设想一个运动，然后再来试验，再来调整，得到近似的运动状态，然后再来分析这个运动状态对不对，不对调整，然后逐渐接近，在这个过程中或者最后得到的运动状态中，我们来设想、想象、体察作者书写时候的运动状态。我想这是一般人观看书法的时候不会做的事情。
但是要真正的理解书法、感受书法，这是一个绝对不能忽略的过程。宋代的姜夔，就是那位大词人姜白石，他说过，他说我看古代人的法书、古代人的杰作的时候，常常会想起他们挥韵的时候。这是什么意思呢？实际就有静止的一个笔画、一个作品，想象出并且感受到书写时候的运动，还原这个过程。换句话说，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欣赏书法。我想这样的讲述可能会给你们留下一个印象，就是说，观察怎么做，这个程序，这个想象运动的程序是绝对不可少的。下面我们再讲两种运动。前面我们已经简单的提了一下，书写的时候是一种立体的运动，三维的运动。但是如果我们用钢笔在写字的时候，比如说左边这个图，这是我们对王羲之的2个字的钢笔的临摹。我们用硬笔在写字的时候，实际上是有运动的。比如钢笔按下来，再这么写，按这个程序去做的话，它有没有运动？这是一个运动，但是这个运动比较简单，它是一个在平面上的推移。这个话能明白吗？就在纸的平面上，我们拿着笔就是画刀刀，按照字的结构来画出来，这个字就写完了，就这个意思。这个对应的，它有没有一种空间呢？你们看，这不是很画出了空间了吗？但是这个空间是在平面上，我们把这样的空间叫做2维空间。但是这样的线跟这个线是完全不同的，它有宽度，这个边廓它有复杂性。当我们通过对这个边廓的观察，并用前面说的程序来还原它的运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书写的时候的运动，线条里边的那个笔的动作非常复杂。这个东西我们把它叫做线条的内部运动，而这样的运动我们叫做外部运动，因为这是很容易观察的。而这里边这一笔里边的那个笔怎么动的，你手怎么动的，怎么控制那个笔动的，这个是内部运动。书法和其他的艺术、其他文字的书写，最大的根本的不同就在于它的内部运动非常复杂。如果没有这么复杂的内部运动，那么书法的线条就像左边的钢笔线条一样的，有生命，有表现力，但是它不足以和其他的书写区分开。欧洲文字的书写它也有推移呀，对不对？甚至比这个粗细变化还要稍微多一点呢。我们用蘸水笔、用钢笔，实际上也都有微妙的粗细变化的，但是跟毛笔的粗细变化那根本不是一回事。我们近似的可以把它看成是没有变化的线，就是点画内部，点画内没有变化，它只有平面上的推移。但是毛笔不一样，当它推移的同时，它有极复杂的立体的运动，造成了书法线条的极度的复杂性，以及3000年来运动方式不停的变化改变所带来的线的变化。这就是说，根据点画的内部运动方式的变化，我们可以还原出一部完整的书法史。因为从古代开始书写，比如甲骨文那个时期，到汉代，一直到近代，
然后到唐代到宋代，一直到我们今天，这个内部运动的它是不停的在变化。根据这个不停变化的描述，对这个变化的描述，实际上我们已经可以写出一部书法史。这是有意思吧？前面上一课的时候我们就讲过，书法史有很多讲述方式，从知识、从时代背景、历史背景，我们可以讲出一部书法史；从20件作品，我们可以叙述一部书法史。今年我们从一个笔画的内部的运动方式的变化，我们又可以讲述一部书法史。当这些书法史叠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对书法就开始有了真正的认识。只要我们还没有把其中的一件事情认识清楚，比如说内部运动变化的规则和历史变迁认识清楚，可以告诉大家，你背再多的，你把那个多卷本的书法史从头背到尾，你也不可能真正的感受好书法，对不对？因为这个东西才是它一种活的、在演变的、在运动着的书法的生命。所以我们说，根据内部运动的方式，只是观察历史的一种方式，但它是极为重要的一种现演变的历史。这是书法的核心。现的运动是书法的核心的内容。这一部分怎么控制现的运动，我们把它叫做笔法。笔法这个词大家就熟悉了，对不对？书法理论里、书法史里有多少次讲述到笔法？即使你没有深究过，你肯定也见过这个词，但是对笔法这2个字的解说非常的欠缺。古人有很多解释，但跟我们今天讲的这种解释完全不同。有关，但观察的角度、解释的这种观点、视角都不一样，它不能包含我们今天讲的这些。后面我们在讲述作品的时候，就后面即将我要分开书体来讲作品，会有更细致的阐释。现在我们就放几件作品，我们来直观的感受一下线条的形状和它里边可能包含的运动。因为大家没经过仔细的分析嘛，我只能边放的时候边讲述一下它大概的运动方式。我们来看看它有多大的变化。这是我们今天能见到的最早的墨迹，这是商代的书写的陶片上的文字。真感谢这一片陶片，它让我们这么清晰地看到了那个时代书写的真实的状况。它的笔画基本上都像柳叶。我的推测是，它是用摆动的方法写的，就拿起笔摆一下就完了。最开始我们可以设想更早的书写是什么，估计可能就拿个笔就这么画了，像最小的小孩画画一样，涂鸦一样。到这个时代，它已经是有一种笔法了。在这以前，笔法怎么生成的，我们不知道了。但是它很符合我们今天对控制笔的、控制一支毛笔的最简单的方法的直觉的理解。这就是拿起笔一摆就好了，接着摆回去两笔了。当然我们还有证明的方式，今天不能讲。这是西汉汉帖，它表现出隶书的最大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波动的笔法。历代的解释都是说这种波动的这种大的尾巴，人们把它叫做燕尾。燕尾的出现呢，是因为我们改变了篆书的很多东西，
这个审美损失太大了，所以要加一点弥补。这种解释是站不住脚的。根据我们的解释，实际它是笔法演变的必然的结果。当这种摆动不断的熟练的时候，它叫连续摆动。连续摆动的时候，由于手腕的构造、生理构造，它一定会有一种弧度，是弧线，而不是直线。这种弧线，当它连续摆动的时候，你们自己比划一下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它很自然的是写出一个 S 型，它才能联系起来。因为手腕我们不可能一直往那边摆，一直摆，你摆到哪去呢？摆过去你要摆回来，再摆过去，再摆回来，这样才能连续的书写。越熟练的书写，它的连续性越强。然后你想一想看，写到后来的时候，这么挑起来，是不是觉得有一个节奏感，还有一个所谓的势？这样的燕尾实际是为了书写的连续、方便和某种的舒适。当我们这么写一横的时候，你就发现可以写得多快，写得多好。隶书的尾巴，所谓的燕尾，是这样产生的。它是笔法演变带来的必然的结果，而不是谁为了美化一种东西，生硬的加上去的一个东西。西晋，我们看到这样的笔法书写的字的时候，实际上它是，我们分析它的运动的话，还是在摆动。字体的结构有些变化，但是摆动的本质，连续摆动的本质，基本没有变化。接下来到了王羲之，王羲之这个时代的变化就很剧烈，因为这个时代的话，行书、草书、楷书都已经是集中的生成的一个时期，特别是行书和这种草书达到了高度成熟，并且达到了非常高的书写的水准，有时代的机遇，也有王羲之个人的才能在里边。但在这里的话，我们主要讲它的演变的必然性。我们讲这种不停的摆动的话，它慢慢就越来越含蓄，就变到笔画里边去了。我不知道这样的手势是不是能给大家留下印象。你看这样的连续的摆动，我们越来越小，你看它就到笔画里边去了，但本质上还在不停的摆。这种书写，王羲之的这种书写，它的本质就是下笔就不停的在摆动。你当然也可以叫做转动，这是一种特殊的运动，但后来人们不这样写了。这个离开王羲之时间并不长，也是他们家族里的后人。到这个时候，楷书越来越成熟，已经开始感觉到书写的时候的停顿，但是这个停顿远远不如唐代明显，它稍微有一点顿挫。整个书写的连贯性已经被改变了。北宋米芾的一件代表作品，米芾当然是一个写得非常生动的人，这件作品也是他最生动的作品之一。但那种连贯性里边所包含的一种简化，比如我们看这样的笔画里边，这样的笔画里，跟王羲之刚才的作品的那种立体感、复杂性是不能相比的，品质呢非常大的、很大程度上的简化，而这种简化的趋势一直在进行中。在后面的作品我们没选了，而且这种简化、这种夸张、端点和转弯的地方的这种笔法，
有增无减。这么简单的几张图，实际上很直观的告诉了大家，我们从运动的演变，它逐渐的复杂化，摆动，连续摆动，然后摆动变到内部，然后它在端点停下来，动作变到端点去了，从均匀的变化变到某几个点的变化。它不仅是楷书这样写的，行书也这样写，然后一直带来一些弊病。我们先不对它进行评价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种运动的停顿，对从头到尾的流畅性的改变，实际是书法史上非常重大的一个变化。为什么人们会说草书里不能加一笔楷书？原因就在于唐代的楷书带来了这种停顿、提按，这跟草书格格不入。但是历史上确实有人把这种东西加到草书里，比如说宋代的黄庭坚，他的作品里大量的运用了行书的写法。这就是别人说草书到了宋代，黄庭坚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大到它彻底改变了草书的运动方式，而且一直影响到今天。是运动，现在我们讲结构和空间，怎么观察结构与空间，怎么体察，怎么理解。对结构的观察，结构的观察，我们当然可以说非常的复杂。字结构从甲骨文一直到今天，各种书体的变化，各种书家的风格，每一位书家在不同状况下的书写结构又有变化，他生命的前后期风格很可能又不一样。这里边所包含的结构的那种样式、范例的复杂性，不可思议，太复杂了。但是面对这么复杂的现象，我们还是有办法的呀。首先，我们要看到什么东西呢？对结构，一个结构，比如房子的结构，一个汽车的结构，它的设计嘛，外形嘛，还有一个字的结构，实际上都有一些基本的共同的要求。比如说，要均衡。一个建筑如果一看，当然我们现在有这种建筑，一看好像要倒，其实是不会倒，故意造成这个错觉，这个是不算的。这个是他为了造成这个错觉，他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均衡，这个除外。绝大部分建筑，或者说通常的对建筑的要求，都是要均衡的，要匀称，要有协调感，这是几个基本的要求。比如说王羲之写的《圣教序》，这是行书书写里边的一个几乎每个人都使用的范本。只要写行书的人，他都临过这个字帖，或者这个字帖都对他有影响。这是唐代的怀仁，他把王羲之不同作品里的字收集起来，编成了这个碑刻。《圣教序》呢是唐太宗为这个玄奘的翻译的一些佛经所写的序言，所以叫《圣教序》。这里边的字呢，在勾模的时候，肯定或多或少的有一些调整，或者说选择吧，他总要选择一些他能够协调的，凑成一篇文章的，能够放在整个的作品里面不出跳的这样的字迹。结果呢，就是让这一件作品变成古典的字结构的一个典范，非常的匀称，
非常的漂亮，均衡不用说了，以致我们现在来谈一些，比如说这个人的字结构有点变形啊，有点个性啊，你都可以拿这一件作品作为参照。而且历代很多很多书法家，他们都是从这件作品获得了基础训练，获得了灵感，获得了变化的基础。比如说，董其昌是大家熟悉的一位书法家，很有个性，影响也很大。但是我们仔细分析的时候，就会发现董其昌的很多的字结构都是从圣教序来的。八大山人的作品，如果你们有印象的话，你会发现他的字结构非常有个性，跟谁都不一样。但是我们通过分析表明，八大山人的很多字结构也是从圣教序来的。你说，圣教序它作为一个古典的典范，一个古典主义的标准，它是非常重要的。就在这样的一类的作品里，它的均衡你很好理解，从结构的角度。那我们再来看这件作品，这是五代的一位大书法家杨凝式的一件作品，叫《夏热帖》。这件作品呢，它的偏锋用的很多，就是说方头方脑，甚至它很多地方直接一竖，它就转成另外的笔画。你看这个长字的这个一勾，很多地方它都直截了当的用折笔来处理。像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地方非常多，看起来是一个奔放不羁、不考虑细节、结构用笔啊都不那么精致的一件作品，写得非常好，非常大气。但是整体看他的作品的时候，你发现他还是很好的保持了均衡。这就是我们说的，不论是你一个一个的非常古典的，在内部保持均衡，以及构成一个作品的整体也好，还是你在内部、在局部造成一种奔放、不羁，破坏它局部的平衡，但是最后的话，它达成的还是一个能够做到均衡。所以我们对结构的基本的要求是一个协调均衡。另外呢，我们还要注意一种东西，在观察结构的时候，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共通的结构，大家注意的不多的，这就是笔画的形状，它会带来一种关系。比如我们某一种弧线，它在作品里经常字结构中重复的话，它带来一种秩序。另外还有一种平行的线，楷书里特别明显，篆书也很明显，它会带来一种秩序。我这里还提出了一种新的概念，叫平行渐变。平行渐变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这件作品。我们猛一眼看过去的话，这件作品里很多线都是平行的，对吧？横向的线的这种韵律，还的秩序感非常的清楚，印象很深刻。但是当我们仔细看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些线，它不是严格的平行的。如果说这两条还比较平行的话，但是不严格啊，这一段开始已经变成弧线了。这一段的呢，跟这个又有呼应，但这个距离比这一头要开一点，这一点的这个形状改变又很明显。好，我们就看这么4条线的话，你就发现它每一条线都有平行关系，但是实际上每一条线它都有一点改变。我们把这叫做平行渐变。平行渐变
从来没有被提出过，但是它特别重要。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件作品。但是在很多行书和草书里，都有平行渐变的现象。今天我们不能详细的讲述，但在下边我们谈到各种不同书体的作品的时候，我们还会回到这里来。我们再看，你比如说这样的线，当你注意到看的时候，它不知不觉就改变了，但是它关系又很紧密，它造成了一种非常重要的秩序和变化，它造成了一种整体感，但是又不死板。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所有的线都严格的平行，或者严格的水平，或者严格的按照一种倾斜度来做的话，你知道这张字有多难看，多刻板。但是当它这样平行又渐变的时候，你就发现它太生动了。比如这个荡字，它在改变，在形状不停的改变。第三根跟第一根不一样，形状不一样。第四根的话有比较大的改变，但第五根的话跟第四根的话，它实际上是有个呼应。接下来几根都是这样。平行渐变的本质是什么呢？平行渐变的本质是人们在熟练的书写的时候，它会有某种动作的和角度的连贯性，形状的连贯性。当我不停的这样写横画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角度相差不大，但是又不会每一次都一样。当你在这么写的时候，往下移的时候，实际上它已经在改变。这种微小的改变，跟你这种书写的动作的习惯性，这种习惯性是非常深刻的。连在一起的时候，就产生了平行渐变。平行渐变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在临摹一个字的时候，就包括就在临摹这个字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很多平行渐变的关系。当你平行渐变之外的结构和形状临摹的不准确，甚至很不准确，但是里边平行渐变的关系你保持得很好，那么你临出来的这件字，或者说你书写的这件字，非常有秩序感。所以我们在训练学生的时候，经常就发现，只要强调让他保持这种平行渐变关系，其他的地方哪怕不准确，这个字非常好看，甚至还有个性。你要知道，写书法的人写了很多年的米芾、颜真卿，到最后一个非常苦恼的事情是，离不开他了。一写就像颜真卿，一想就米芾，然后你自己在哪里根本就找不到。所以我们提出的这种对结构的观察、感受，还有它里边所包含的机制，很可能它会给字结构的学习、创造带来一种新的机会。从这件作品里，我们还可以谈到另一件事情，就是说笔画的形状。观察结构的时候，笔画形状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察的对象，但是人们有一些地方、有一些细节，大家还是注意不到。比如说，从甲骨文，甲骨文是刻下来的啊，从那个时候的书写的字，一直到汉简，一直到后代书写的字，可以发现一点：早期书写的字呢，它都是有弧形、有弧度的。跟我们直接想的不太一样。我们想的很可能觉得开始写是直线很平，到慢慢让它有点弧度，变得比较美观，有变化。不是的，早期的字里你找一根很直的线找不到的，都有一定的弧度。
到汉简，那个时候我们会发现汉简里啊有一些字好像是很直很平，但是当你仔细看的时候，发现它还是有波浪的形状，因为那种连续的摆动已经深入书写者的感觉里、骨髓里。他即使写这个笔画，我也写得很平哈，他还在那摆动，这是很有意思。到真正的很平直的线出现的时候，是很晚的事情。好，在这样的一件作品里，我们实际上很难找到真正平直的线。比如说这样的线，算直线了吧？但是你仔细体察它里面所包含的运动，实际是一种波浪形的运动。它里边有一个这样的，蕴含着一种这种运动。这样的横线里边的直线的内容就多了。你要知道，这已经是汉简以后过了一段时间的书写，到这个时代，直线有了。当然，我们把整个的历史排列起来的话，你可以很清楚的发现，书写的字体排列起来，什么时候弧线变得平直，接近于直线的短画出现，然后大家可以写比较长的、真正平直的笔画。这又是我们观察书法史的一个方式，又构成了结构演变的一部历史。然后我们讲一讲对空间的观察，前面讲的是对运动的观察，对结构的观察，我们再讲讲对空间的观察。对空间的观察，如果你没有一个项目去做，观察什么？实际也是，你就看看而已。我们提出2点。第一点，开放性。这个问题，大家平时可能也没有注意。我讲的开放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笔画它画出了纸平面上的各种大大小小的形状不一的空间的时候，这些空间有的是很局促的、压抑的，但有的书法家的空间呢，都是开放的、舒朗的，这就造成了作品的审美性质。我们经常会说：“哎呦，这个作品真大气，大气磅礴，小字看起来也像巨大的字一样。”有的人的字怎么这么局促啊？这么小家子气？原因呢，大家不明白。实际上跟空间有绝大的关系。有一次我在故宫看过近300年的书法展，实际就是整个清代的书法展，明末到清代，主要是清代。整个展览看过来，只有2件作品，我认为是真正的开放的大气，只有2件，其他所有的作品都比不上它。一件是王铎的，这就是左边这一件；一件是何绍基的。这件事让我思考了很长时间。实际上，我们可以在空间的开放性上得到解释。右边是傅山的作品，他们两个经常并称。但是傅山的作品，我们来看看他的空间。比如说这样一个空间，这样一个空间，这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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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更明显了。这样的空间，这样的地方，这样的空间，
甚至包括这样的空间。这样的是不用说了，这很明显，这样的空间很压抑，不开张。但是我们来看王铎的作品，这样的作品跟外面的空间有很好的连通性。即使是这样的被封闭的空间，我们觉得里边也没有拥挤的感觉。像这样的空间，因为封闭的空间这样封闭的空间，在一个书法作品里是很难避免的。如果我们把这样的空间和这样的空间再比较一下的话，你就可以发现，这种空间的差异，在人们心里引起的差异区别有多大？因为不这样分析的话，我跟一些书法界的朋友说到傅山的问题的时候，人们一脸的惊讶。只有当分析进行到这种程度的时候，我们才能感受到，当我们把感觉放到一个空间的开放性里的时候，我们才能感觉到这些空间组织在一起的时候，实际上它暗示着什么，给人们的心里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感觉。而这样的线所维合的空间，这样的空间，这样的线里面所包含的空间，跟这里的空间完全性质不一样。如果没学会这样的去观察书法作品，我们永远不知道一件作品为什么会大气磅礴，而有的作品虽然看起来很奔放，毫无顾虑，毫无顾忌，但却带给我们一些压抑的感觉。这是讲开放性，下面我们再谈空间分布的一个规则。大家以前在关心书法的人，都会对风格的差异都会有感受，对吧？刚才两件作品，我们感受到是风格的差异，但是空间的开放性的差异，大家不会去观察，也没感受。但是这么提示以后，给了你一个开放性的概念，给了例子给你，让你体验了一下不同的小空间和空间的组织，它的开放性不同，在我们心里带来感觉不同的差异以后，我相信你的感受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再谈分布规则。那你想，空间还有什么分布规则？只有风格的差异？不，超越风格之外，所有的字，不同风格字，我们加在一起的话，实际上可以谈它的空间规则。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还是圣教序中，我挑了9个字，实际这9个字代表着3种不同的空间分布。左边一行，这样代表的是一种比较均匀的空间的分布。你看它内部的每一个空间大小都差不多，这是一种很标准的空间分布方式，常用的。这个部分字体，篆书、隶书、草书，你都可以这样去看。另外一种呢，它的有大小2类空间，这是一个空间，这是一个空间。这种空间跟这里边的空间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大小好像有接近的地方，这个也有，这是另外一种。这里边差不多有3类空间。这3类空间它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一类空间里面它的大小差不多，这3个空间的话，我们大小很接近，而这些空间之间呢，大小又接近，而这2个空间之间，2个大空间的大小又接近。这个什么好处呢？它造成一种秩序感。在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全部放成一种空间的时候，我们尽可能的把空间加以分类，每一类让它大小接近，这是不是就有一种秩序了？我们再来看这个字，如果我们把这样联系起来看它的空间的，看它的内部的空间分布的话，我们会发现这样的空间
大小接近。这个空间的话，跟这一块呢也有接近的感觉，而它里面的这些空间呢也比较接近，它就带来一种秩序感，否则乱的。这个空间呢也很有意思，这么封闭起来的话，你发现它左右都有对称性，这样的空间跟这个空间有关系，这个空间的大小跟这个空间有关系。而这里的空间跟这个空间跟这个空间有关系，也是2到3种。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唯一的大空间，这他有意的处理。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2部合并，变成一个很均匀的空间，但是这是王羲之有匠心的地方。这样一分布的话，不一样了，这个字的节奏有变化。然后看这个行字，它留下一个大空间，导字留下一个大空间，而其他的地方还是遵循一种接近的原则。你看，我们在几乎没有规律可谈的地方，我们找出了一种东西。这里面的原理说来也简单，为什么？一个人写字肯定有他的习惯，有他的风格。如果我们把它能放在一起组成一件统一的作品的话，它里边一定包含着一些统一的原则，一定的，否则它不可能成为一个统一的东西，统一的整体。而这个原则是什么？那是看我们归纳的水平。我们从小接受的一个观点是，理论是对某种规律的总结，对不对？那是理论。但是现代学术里边有一个观点非常有意思，他说理论不是发现。我们以前都认为理论是一个发现，他认为是发明，非常有意思。当我们今天不来说到这9个字它分布的规则的时候，这个规则存在吗？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没有任何人说过。你当然可以说它隐藏在这9个字里面，但是隐藏在哪里？你说呀，你说出来它就有了，不说出来它是不存在的。所以理论是发明，这个实际上给我们带来很多美好的感觉，就是说再复杂的事物，看起来再没有规则的事物，如果你有足够的才能和毅力和合适的方法，你可以发明一种东西，把它叙述的比较的清楚。今天我们是对作品视觉层面一个简略的讲述，在谈到具体作品的时候，我们会对这些概念和观察方式获得更深刻的印象。下面有几讲我们将进行书法作品其他层面的讨论，包括对作品的讨论。谢谢大家。好的，非常感谢邱振中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这一堂非常精彩的讲述。通过这一讲，我想邱先生告诉我们，书法是一门强调精微的艺术，所以我们要欣赏书法，就应该需要对笔画的每一个特征进行特别精细的辨析。其实在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没有特别强烈的感触，但是我想我今天听完课，我觉得这种感受异常的强烈，就是原来我们平常看到的书法一个字，可以从结构、从空间、从运动对它进行如此具体而微的这样的一种分析，我觉得真的是让人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刻。而且就像邱先生刚才所讲的，我们看似杂乱无章，我们看似是一种心理感受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分析，让它更系统化，让它变成一种体系。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受益匪浅。
其实我想到邱先生有一次在看到这个故宫散佚国宝特辑的时候，我记得您说过您的印象特别深刻。它当时是分为书法和绘画两个部分。您当时看到绘画作品的时候，您觉得处处都是非常好的控制，非常准确，非常适度。但是您看到书法作品的时候，您觉得在笔触上、在结构上或多或少总会有一些不准确、不协调的地方，而这些作品其实都是我们在书法史上特别声名显赫的作品。您当时想，好像人们已经默默地接受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其实忽略掉了它技术上的这种草率。所以我今天整堂课听下来，包括刚才这个诗里，我就特别想请教一下邱先生，为什么您如此的看重技术？因为我们从一个个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去美术馆，我们去博物馆，我们欣赏一幅艺术作品，我们欣赏一幅书法作品，我们更多的可能在意的是它的气息、它的格调、它带给我们的视觉的感受、心理的感受。可能技术真的是有意无意的被大家忽略掉了。所以特别想请邱先生给我们讲一下，为什么您如此的在意技术？技术为什么这么重要？这问题很有意思。意思，它的地方在于，实际包括了，我们可以说这个问题包含了几千年，甚至就说1000年来吧，书法是演变的某种秘密。从宋代以来的话，技术比较开始松弛，在唐代或唐代以前，技术很严谨。怎么获得的？我们今天可以不去讨论它的原因，我们只谈一个这样的现象。这大家记住的第一点。第二点，今天我们来看一件书法的人，我觉得至少可以分成3类。第一类，纯粹的观赏者，我就看字，带着欣赏的角度和心理来看。第二点，看的同时，他还是一位作者，他还要去书写出来，甚至希望写出跟他一样的，或者不如他，比他差一点也行，但是我是要去写的人，这是不一样吧？第三点，他不仅是一个欣赏者、观赏者，不仅是一个书写者，他还是一位有雄心的书写者。他不仅要希望写的跟他一样好，跟那件杰作一样好，他还希望写出杰作中所没有表达、没有采用过的技巧和高标准。这样3类人，他在对技术的要求上肯定是不一样的。第一类观赏者就是我今天讲的，很多人从来不会看得这么细。他只是看意境、气质，但是意境、气质是要靠你怎么讲呢？用3流的技术，你也可以表现出很高雅的状态，对不对？就像一个人，他诗歌写的不怎么样，但是这个人气质可能很好，像个诗人，但写的诗歌3流吧。这样人我们也见过，见得多了。但是这个人，如果我们提高点要求，换一个人，他气质很好，同时他又想写出1流的诗歌，你说这个人他要怎么做？他就必须像托尔斯泰讲的，托尔斯泰一样，60岁了还不断的一本接一本的做造句练习。谁做过？初中毕业以后，你们谁做过造句练习？哪一个作家像托尔斯泰一样，60岁以后还一本接一本做造句？为什么？是不是这里是不是有差异？如果这个人还想写出比托尔斯泰还要好的文章，日本有个作家叫小林多喜二，他作品写的水平怎么样？我不去评价，但他有一点雄心，我很欣赏。他说：“我写出无产阶级的战争与和平。”今天是当然谁也不会站在这个阶级斗争的立场上说这个话，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如果有一个人有这个雄心呢，
我写出现代的王羲之，甚至比他还要好的作品。这个人如果不在技术上下功夫，不下到精微入骨的那个程度，他怎么做得到？那不是天方夜谭吗？好的，非常感谢邱先生。我觉得您刚才讲的可能就是其实一个专业的观众和一个非专业的观众，或者说我们对书法作品一个专业的标准，还有一个社会的标准，是可以这样来理解吗？不完全。比如说那个观众，第一个观众，纯看的人，他不想写字，但是想成为一流的欣赏者，他的眼光也必须训练得这么厉害。就像我们不会去弹钢琴，或者稍微弹一弹，也不可能弹得多好，也会上几节声乐课。但是我听唱片，我们绝对要听一流的，对不对？没有说我是5流的钢琴演奏家，我只听5流的唱片就算了，没有这样的。好的，理解了，谢谢邱先生。一个没有意义，但是可能会很有趣的问题，就是假如存在这样一件作品，它的线条、它的空间是我们所见的这些经典范式里边存在过的，但是它写的不是汉字，我们如何定义它？它是一件书法作品吗？这样的事情其实有人做过的。80年代白先胜就写过一个，用楷书的点画写出一些没有的汉字，就这个事。你讲的是不是这个事？对。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因为只是在作为理论的设想或者试验的时候出，我们就事论事，就来谈这一件作品。比如说白先胜的一件这种非汉字的，但是又用汉字的结构和笔触来完成的一个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书法作品，也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特例。但是当作特例，大家更容易接受，特别是开始的时候，当开始出现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欣赏他的笔法，看写的水平怎么样。也可以怀着好奇的心情，我们看看一个没有的结构，它能编出一些什么。这要具体的讨论。现在你希望，比如说我问你，比如你看到一件这样的作品，你什么样的反应？我是希望把它看作一件书法作品的，因为我觉得可能汉字不是必要的，但是这个形式的本身可能是重要的。因为这样的探索还是当时来说还是一个很初步的。后来的90年代初，还有人写过这样的，写成对联的样式，但每个字已经不是字了，但是用了一些书写的笔法。这样的作品现在想起来的话还不止一件，有人做过，但是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它的意义在哪里？问题在这里，这样的作品没有显示出太重要的意义。比如它没有解决汉字书法的前途问题，没有解决审美评价的一些根本标准问题，也没有解决书法创作以后到底怎么走的问题，前途问题。好像这算一个试验，但是他提出的问题我觉得不深刻，所以大家并没有很多讨论的兴趣。好的，谢谢邱老师。呀，我们的观众还是很踊跃，我们给别人留个机会吧。然后给这个女孩来。邱老师您好，我是一个书法爱好者，现在呢正在临摹那个颜真卿的《秦礼碑》。我为什么没有就是学习王羲之的呢？因为我觉得王羲之他属于那个西晋的那种风流之士啊，我怕我自己跟不上他的笔法，所以我觉得颜真卿呢是不是更适合于我？但是刚才听您讲的，就是很多的笔法的应用啊什么的。我不知道您认为这个颜真卿的这个笔法跟王羲之的笔法有什么区别？因为颜真卿很多的字，尤其到了老年以后呢，他的字就是有点外扩，然后一般呢横比较细，竖比较粗。但是王羲之呢，他好像的字好像都不是这样的。我作为一个初学者吧，我就是特别就是现在很矛盾，我究竟该从哪里开始学起？谢谢老师。作为初学者，你不要矛盾，一点不用那个。肯定开始不能学王羲之，
初学者。因为你现在谈到的是王羲之的行书和颜真卿的楷书的比较，这里边可比性很小。王羲之他也写过楷书，他的楷书没有一件可靠的。对，现在讨论王羲之的楷书到底什么样子，现在还是一个悬案，而且大楷恐怕是没有的，小楷跟大楷的写法又完全不一样，所以没有确定图形的东西，我们很难去讨论它。你作为一个初学者，这个我给你提建议就很简单，你写颜真卿的《秦理碑》没问题，但是它和王羲之的行书差距很大，你暂时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对。因为您讲的笔法，刚才确实我们也看到了啊，这个笔法真的是不一样。我呢就想，就是我的基础一定要练好。那我这个基础那个笔法是不是，学王羲之的很多的笔法，比如他的点呀，我看了他的点就有很多种啊，我是不是该？你现在不用管。不，我谈的很实际。像他这种现在的话，他不用考虑王羲之复杂的笔法，因为必须循序渐进。对。初学的话，你肯定是必须在楷书、篆书、隶书中选一种。用我现在教学的方法的话，比如说，开始的话是篆书，学习基本的平动和那个，然后再加一些提按摆动，然后慢慢很快就可以到草书，或者是楷书，或者是隶书。基础训练是篆书和汉简，然后练完以后的话，可以在楷书、行书、草书中任选一种。你现在很明显的是在第一个阶段，对，因为我是用的不是我所主张的一种训练方式。你一开始就练楷书嘛，这无所谓了，无所谓。因为我也是听别人给我介绍说，哎，楷书是基础嘛，所以你要先学楷书。于是我就学的是楷书。你，因为肯定很多不同的人跟你提的建议都不一样。你也得去选择。我当然不能说我的建议最好，但是我想听您的建议。哎，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看起来很热情啊，因为前半段一直在这边，我给那边的观众留一个机会。我看一下啊，举手的人太多了。那我给这个来。特别简单的问题，邱老师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啊，那个我一直也在练书法，但是没有长进。我想问，这个书法是那个练出来的，还是悟出来的？还是说有点天赋？上次我们听那个建筑课的王老师说，那个学建筑要有点天赋，所以我就想问问，得多长时间能练出来？或者是他，或者他是就是你悟出来的，还是说是你还是有点天分？我想问这问题。您的问题好像这三者我只能选一个答案，但是我不做选择题，三个都重要。但是每一个人之间你3点的配比怎么样，我现在可没法告诉你。你自己也必须经过长期的训练，然后才能知道。没有这样的过程，人们也无法判断你，你自己也无法判断自己。练习的时候，有时候他那个写的时候，这一段时间呢挺不错的，然后自己还满意。在下一个阶段的话呢，他自动就往下走了。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你换了字帖吗？没换字帖，都是一个字帖。一个字帖。对。你说的往下走是什么意思？就觉得他那个字写的自己不满意了，那个不好。是结构不满意还是用笔不满意？我觉得是结构不满意，就是看上去不太漂亮，自己不满意。跟字帖的相比的话，准确性是不是越来越差？就是如果一直保持还是比较准确，这基本是保持不变。越来越准确是往上升。你说的越来越差，是不是今天写的还比较准确，明天写的就越来越差了，越来越不准确？会不会？不是，那个邱老师不是这意思，就是我一阶段写的还不错，自己满意。在下一阶段不准确。就是这几天的话呢，就是可能也和自己的我不知道这个就是写字哈，就是它和他心情有关系吗？和什么关系？和心情有关系吗？比如你。如果太大的心情的波动，那是我们就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不知道波动有多大，你知道吗？
但是一般的情况的话，我还没碰过这个情况。一般说是写临习了3个月或半年，他没进步了，保持水平不变的情况有的。但是越来越不准确的话，这个好像不大见到。不是越来不准确，就觉得自己感觉他这个写的话呢，就是自己感觉不好，自己感觉不好。这个经常碰到。还有那个，还有这不能算。邱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写字的时候呢，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他总是离不开我原来的那个模子，就是人一看呢这个字呢，哦，还是你写的。那应该怎么练？应该坚持不懈的练习。不是，就是脱开那个字贴呢，还是说就临摹字贴，还是说临摹了多久？没怎么临摹，就是照着写。你根本就没临摹，怎么不喜欢临摹？必须得临摹。脱开的呀？必须得临摹是吗？好，我大概知道他的情况，大概知道他这个没有坚持。我现在简单的说说临摹的应该怎么做。选一本字帖，最好是篆书和隶书，楷书也行，肯定要先练一段。选一个字帖，坚持不懈，每天训练，然后时间不一定要很长，但是1天都不能拿。你做半年试试看。像你这样的话，那感觉很难。好的，谢谢邱先生。我想刚才2位观众的问题都是关于怎么练字的，所以我想如果下面的观众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不要再提练字的问题了。因为最后有一讲。对，然后怎么训练？第10讲好像。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观众非常的热情，但是我想今天已经提了4个问题了，我想再给大家留2个问题。然后这边一个，那边那个小伙子举了3次手了啊，我把机会给你。最后我们这边再给一个观众。邱老师好，那个刚才您说，新上课学习过程中比较注重那个运动，那个结构和那个空间，对3个方面。3个方面是学习过程中，就是要比欣赏学习过程中，这个结构空间掌握住，对学习对提高非常有进步。但是那创作过程中，这2个方面怎么把握？另外一方面，那个在欣赏楷书的过程中怎么欣赏他那个运动的态势呢？谢谢。我先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他讲的楷书很可能是指的拓片，对不对？黑底白字的这种作品里不容易看出他是怎么运动。如果是一个楷书的墨迹，我们比较容易看出他怎么运动的，对不对？从他本里要看出运动，这需要一定的经验。对一个初学者来说，这是非常困难的。你要借助于老师视像，这是我的回答。那前面说的问题，他说的是临摹和创作，这个问题实际上我要先问他一个问题：你临摹多长时间？多长？啊？智勇的千字文。楷书跟那个谁的千字文？智勇的千字文。好，请坐。因为今天不可能把他的字再拿出来，看了以后我们再详细的提意见。现在我只能做一般的回答。如果有一个人问我，老师啊，我怎么临摹起来还可以，写起来怎么一点都用不上呢？这是都会碰到的问题。我不需要看他临的，也不需要看他的创作，他只有一个问题：临摹不到位。临摹做的不够，简单的原因就是我们临摹一个字，比如有无的有字，你临圣教序有字你写过多少遍？30遍的人已经算很多了，50遍、80遍就算150遍吧。这跟你平时用自己的习惯写有字，你说写过多少遍？对不对？数都数不清。你要用150遍写过的字来对抗你写了多少？30年好了。写了30年、50年的写习惯的那个有字，你说你怎么去比？怎么能把那个印象冲掉？不可能。你只有想方设法把你学到这个有字的结构和它的这种流畅性，让它足以跟你30年、25年里养成的这个写有字的习惯抗衡，并且把它干掉的时候，你才能用于创作。这原理很简单。
好，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每次这个话筒在我手里都好艰难。今天的观众太热情了，我给这个来。确实你好，我就是问一个关于空间的问题，就是草书啊对其他书体那个空间性那个要求更大是吧？刚才你讲了那个王铎和傅山，他两个人的空间性是不是那个王铎比傅山那个空间性做得更好呢？我想问这个问题。在开放性上，刚才你的感受是什么？我问你，你觉得谁做得更好？我认为王铎做得更大气开张，有正大气象一点。我们观点一致，不能说草书更强调空间。草书它的难度在于，你必须在比较迅疾的会用，而且基本都是即兴的这种处理里边，你要把空间问题处理好。你比如说楷书，你可以想好以后再处理。草书它每一个空间都是即兴出来的，严格的说，难处在这个地方。要不后面那个再给他好，再给您一个机会，来把话筒递一下。我们今天的观众实在是太热情了。谢谢那个邱教授。我想问一个问题，因为我是搞这个美术教育的，然后我呢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啊，我就发现咱们现在的就是执笔的方法，就是握笔的方法，只有五指握笔法。就是所有的机构，包括那个学校在教，都是这种。因为之前呢，您在讲这个课的时候，王羲之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那个大家了哈。但是在他那个东晋的时候，王羲之他实际是用的是三指握笔法，然后后来才有了五指握笔法。所以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前两种就一定要淘汰？就前两种的握笔法？因为我现在我是要教学生的话，就是最开始他学的时候，我就是要求他用三指握笔法，先熟悉这个工具，然后熟悉工具之后，我会让他用那个五指握笔法，就是这样。我想听听您的分析和看法。好，因为关于执笔法的话呢，实际有很多讨论，也有书里说到这个问题。你刚才说的王羲之那个时候一定是三指握笔法，好像没有这个定论。但是那阵儿五指握笔法还没有出现。到底是三指还两指还是什么？对，不知道。因为我实看了文际不知道章之后，不知道。说三指。我也看过一些这个，他们也有很多执笔图，但那时候画手部的动作的话，其实很难准确。有时候画的是一个这么握笔呢，其实也未必是这样握笔的方法。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那时候的桌椅的高度相对位置不太一样。那时候的书写工具、书写材料，还有笔的制造的方法，恐怕工艺都不一样。所以，今天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执笔法，实际是可以讨论的，可以讨论。但是这里边有个困难，就是像你教学生一样的。像我们编写教材的时候碰到这个问题，你不能说大家随便怎么握笔，你肯定不能这样说。或者我列出3种握笔方法，你自选一种，这样的话会影响到后边的所有的技法的操作。一种握笔法肯定或者基本上它是对应一套训练体系。我觉得3指也可以试验，五指的话，对于今天的高桌矮椅来说，恐怕是比较合适，因为书写的时候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整不整碗，悬不悬起来，这也会很严重的会影响到书写的方式，可以讨论。好，谢谢。好的，非常感谢邱先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解答，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观众如此的热情的参与。今天是2017年的12月28号，这也是我们中国传统艺术公开课在2017年最后一次的录制。我觉得我非常的有幸，也非常高兴能够在2017年跟各位老师、跟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一起度过了无数个难忘的下午。我想我们在这些难忘的下午，我们一起聆听了老师们精彩的讲述，我们一起感受到了中国传统艺术的魅力。我想在这些下午当中，我们有感动，我们有精彩，
我们有欢声笑语，就像今天，我觉得让我感触特别深。然后，所以我觉得在今天，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大家以自己的方式，为我们中国传统艺术的传承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当然，我们也希望在2018年中国传统艺术公开课，包括国图公开课，能够给大家奉献更多更精彩的课程。所以今天我们书法第3讲的课程到此结束了，我们下一次的课程再见，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